欢迎来到24小时动态新闻频道。如果您喜欢你喜欢的艺术家的节目，请随时观看有关您喜欢的偶像的热门视频，并且不要忘记订阅和支持该频道。郭雨欣直播否认 CP， 仅隔24小时，黄浩文100万庆典上泪洒全场。前一晚，郭雨欣在自己的直播间里，面对镜头，语气平静却异常坚定地说：“不要造谣我和师哥黄浩文的关系。”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湖面，瞬间激起层层涟漪。谁也没想到，仅仅10几个小时后，另一场直播却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，让人心绪久久难平的回应。2026年3月30日，郭雨欣结束当晚直播时，把澄清与黄浩文的关系列为第一件事。他明确表示，两人只是纯粹的师兄妹，那些喜欢磕 CP 的粉丝可以散了。他的语气家常自然，像在聊一件日常小事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清晰，试图为这段被外界反复解读的关系画下一个官方的句号。第二天，镜头切换到了黄浩文。那一天，对他而言本该是值得庆祝的里程碑，社交媒体账号粉丝数突破100万。直播间里本该充满欢声笑语和感恩，可他脸上却几乎没有笑意。粉丝们在弹幕里热情刷屏，让他唱首歌庆祝。他在点歌列表里滑动手指，最终停在了一首叫《座位》的歌上。点击播放前，他低声问了一句：“有人懂吗？”没等回应，又自顾自地补了一句：“无人能懂。”前奏响起，他开始演唱。当唱到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座位时，他的声线突然颤抖，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，重重靠向椅背，眼泪毫无征兆地滑落。那一刻，他仿佛忘记了面前的镜头，忘记了100万观众在注视，所有情绪在那一句歌词前彻底溃堤。两场直播相隔不到24小时，却呈现出情感光谱上的两个极端。一个用最直白的语言划清界限，一个用最失控的眼泪泄露心事。这种巨大的反差，瞬间点燃了网络上的热议。人们不禁追问，哪一面才是更接近真相的那一个？或者说，在娱乐圈这个透明的玻璃房里，所谓的真相是否早已被无数目光切割成了不同的碎片？要真正理解这场直播间的罗生门，我们需要把时间线拉回几年前。郭雨欣和黄浩文都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，是名副其实的师兄妹，但他们的交集远不止于同窗情谊。郭雨欣从中戏毕业后，演艺之路一度陷入低谷。她自己曾回忆，那时资源稀缺，试镜机会寥寥，最艰难的时候连房租都凑不齐，几乎要打包行李，准备考研资料回老家，彻底离开这个圈子。就在他最彷徨的时刻，是师兄黄浩文向他伸出了手。当时黄浩文已经在短剧领域站稳脚跟，他看好郭雨欣的演技和潜力，不顾外界声音，力排众议把他带进短剧圈，甚至主动降低自己的片酬，只为给师妹争取更多戏份和空间。郭雨欣后来把这个决定形容为改变命运的救命稻草。两人随后合作了《我本微莫凡尘》和在8月盛夏等作品。其中，在8月盛夏里，他们饰演一对分手8年后重逢的旧情人，剧情里满是遗憾与未解的情感。这些剧的累计播放量据报道突破5亿，郭雨欣也凭借细腻演技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备受关注的演技派小花。他多次公开表达对黄浩文的感激，甚至说过没有师兄黄浩文，就没有今天的我这样的话。这份掺杂着知遇之恩、事业扶持和长期并肩的交情，让两人在观众眼中变得格外特别。他们有了新闻联播的 CP 名，粉丝们从剧中互动、直播连线里捕捉各种细节，乐此不疲地编织着属于他们的故事。黄浩文的背景也颇具故事性。他并非表演科班出身，而是从小学习芭蕾，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附中芭蕾专业，后来考入中戏音乐剧系。这种跨界经历让他在表演中既有艺术的敏感，又有独特的张力。他不仅在短剧里塑造了多个角色，还常在直播中展现声乐才华，被粉丝称为黄老师。这样一个在镜头前通常专业，
从容，带着几分霸总气质的演员，却在百万粉丝的庆祝时刻突然情绪失控，其冲击力可想而知。把郭雨欣3月30日的澄清放在这个背景里，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。这并非他第一次在直播中提到黄浩文。就在2025年11月，他还曾在直播里动情讲述黄浩文如何在他最低谷时拉他一把，甚至展示了他早年送的保温杯，说自己走到哪儿都带着。那时的直播充满感恩与温情。可短短几个月后，同样的关系却从深情回忆变成了冷静撇清。外界无法得知转变的具体原因，或许是 CP 传闻影响了各自的事业和生活，或许是希望把焦点拉回作品本身，又或许只是复杂心绪下的自然流露。而黄浩文次日的反应却像一颗巨石投入深潭，掀起更大波澜。他选的座位，歌词里关于替代与失去位置的意象与落泪的瞬间结合，被无数人视为无声却强烈的回应。有人认为郭雨欣的澄清是职业化的自我保护，是为了把公众焦点拉回作品本身，也有人觉得黄浩文的眼泪只是师兄妹之间深厚情谊的自然流露，不应过度解读。还有人看到更复杂的一面，在公众必须被简化的标签与私人情感无法被定义的矛盾之间，两个人都被夹在中间。同一段关系，在不同人眼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侧面，这正是罗生门式的真实。在娱乐圈这个高度曝光的名利场，个人情感常常被压缩成安全、易传播的标签，同事、好友、兄妹。这些标签既是保护隐私的屏障，也满足了公众对关系进行归类的需求。郭雨欣的澄清完美契合了这套常规叙事，用最直接的方式为关系贴上师兄妹的标签，既是成熟的职业处理，也是对自我的保护。可黄浩文的眼泪，那句无人能懂，以及在庆典时刻选择一首悲伤情歌的行为，却溢出了标签所能承载的范围。他暴露了一个永恒的矛盾，在公众面前，情感必须被管理、被定义、被简化，而在私人领域，情感却是流动的、复杂的，无法被单一词汇概括。当后者因为一句歌词而冲破前者的封锁时，就产生了真实而强烈的张力。这种张力也把我们带向更广的层面。我们究竟在消费什么？明星的作品、形象、关系，甚至他们的人生故事。CP 文化正是这种消费的典型。粉丝从互动中挖掘细节，构建叙事，本是一种情感投射和娱乐。可当投射过于强烈，开始反噬到当事人的真实生活时，矛盾就出现了。郭雨欣的澄清可以视为对过度解读的一次明确回应，他试图收回被公众占有的叙事权。可情感本身从来不是单方面就能定义的。一段掺杂恩义、合作与公众凝视的关系，其本质往往远超任何标签。黄浩文的眼泪或许正是这种复杂性的出口。当语言因身份、保护或内心混乱而失效时，音乐成了隐喻，眼泪成了最直接的证词。它绕过所有理性的解释，直抵人心。事件之后，两位当事人均未再公开回应。郭雨欣按计划提到即将去云南拍戏，情绪显得积极。黄浩文也继续着自己的直播和工作。表面的平静下，网络上的讨论却从未停歇。粉丝们分成不同阵营，有人认为那是深厚情谊的自然流露，有人觉得眼泪背后藏着更深的故事，更多人则反复回看录像，试图拼凑出属于自己的版本。这让人联想到娱乐圈里无数类似案例，银幕情侣因戏生情又各奔东西，合作伙伴镜头前亲密镜头后疏离，被粉丝疯狂拉郎却不得不尴尬澄清的组合。每一对都在经历公众想象与私人现实的拉锯。只是黄浩文和郭雨欣的故事里多了一层无法忽略的恩义底色，让一切显得更加沉重。郭雨欣用一个晚上的直播，用清晰的话语试图筑起一道墙，把关系保护在安全简单的定义里。而黄浩文在下一个晚上，用一首歌的时间、一滴眼泪的重量，在墙上留下了一道裂缝。
透过裂缝，我们看到的未必是某个具体的爱情故事，而是一种更普遍的人类情感困境，那些无法言说的失落，那些被身份和场合禁止的悲伤，那些在应该庆祝的时刻突然袭来的孤独。真正的答案，或许从来不在任何一方的单方面陈述里。它藏在郭雨欣回忆往事时泛红的眼眶里，藏在黄浩文推荐师妹时主动降薪的决定里，藏在两人对戏时心照不宣的默契里，也藏在那句歌词响起时瞬间决堤的泪水里。这些碎片共同拼出一幅远比师兄妹3个字复杂的情感图景，有感激，有依赖，有并肩的默契，或许也有求而不得的遗憾，有身份转变的怅惘，有被舆论裹挟的无奈。最终，公众看到的永远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角，水下的部分庞大、幽暗、形状莫测，属于当事人自己，也永远留在了那场100万粉丝的庆祝直播里，留在了无人能懂的叹息和随之而来的沉默中。这场直播间的意外，与其说给了我们一个确凿答案，不如说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。在这个习惯快速定义和消费一切的时代，我们是否还愿意，或者说还有能力，去尊重那些无法被定义、无法被言说的情感深度？当一首歌的旋律代替了言语，当一滴眼泪的重量压过所有澄清的声明，我们作为看客，又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这份沉重的真实？